每次考试我都把分数精准控制在90分，原本想做一个低调的控分狂魔，不料一次奥数考试暴露了我控分的事实。江南，你睡醒了没？江南又是江南，居然连夺命女魔头监考他都敢睡觉，真是老寿星吃砒霜，活得不耐烦了。这下子他肯定完蛋。卧槽，不愧是男神啊，连眼皮子都没睁，却能轻易挡开女魔头的闪电9连弹，简直牛逼可辣死！我连墙都不服，就服男神。江南，你给我起来！老师，考试结束了吗？班里竟有这样一个奇葩学生，真倒霉！不要以为你之前考试能够及格就了不起，这次数学突击考，你难道还可以及格吗？应该也可以吧。江南，这次考试若你还能及格，那以后你怎么睡我都不管；但若及不了格，以后你就必须认真学习，不准上课睡觉。老师，你确定只要我这次考试及格，以后上课睡觉你都不再管？千真万确。好，就这么说定了。这次数学考试看着很难，江南能及格的离谱程度，跟男足夺冠世界杯差不多。要疯了，要疯了！为什么这次考试这么难啊？那些题我都算不出来。很难吗？我觉得挺简单的。我呸！你一脸盐汽水，王胖子，你当然觉得简单，反正你全都是乱蒙。江南，你跟班主任打赌，说这次考试肯定能及格，真的吗？当然，你知道我的水平，虽考不出你那样的高分，但保证及格还是没问题的。可你不觉得这次考试很难吗？难吗？这不过是你们这些学霸的推辞罢了。那些题目实在太难了，王胖子不知道很正常，但你难道没发现吗？发现什么？这次数学突击考试用的可都是全国奥数竞赛的模拟试题啊，我考的可惨了，估计连30分都拿不到。啥？你说的啥玩意儿？这特么是全国奥数模拟题？完犊子，貌似要出事了。白英英可是学霸，成绩向来不错，即便考得太差，也不至于拿不到30分。曹老师，你这次是不是拿错卷子了？这份卷子可是全国奥数模拟题啊。哦，还真是，昨晚喝大了拿错了。你拿奥数题给那些普通学生做，这不是半道上拔气门芯，为难人吗？现在距离高考也就100多天了，该是给学生们加油打气的时候，而不是去打击他们的信心。考都考了，顺便看看他们数学潜力如何，先阅卷吧。这样吧，这次只统计一下及格人数，其他的不统计了。啥？只统计及格的，那就都不用统计了。应该这题根本他们考不及格，我和李老师2个人做这套试卷才勉强及格。等下，我这有一个学生及格了。什么？胡老师，你仔细看。这怎么可能？江南他居然得了90分，江南10分钟就答完题，然后呼呼大睡到下课，居然也能考90分。控分，江南的小子十有8、9是在控分，他只有1道题没答，其他的全对。而且这小子的近几次成绩我记着都是90分。控分，但他上课天天睡觉，还打呼噜、磨牙、放屁，之前熏晕了好几个同学呢，他不可能做到控分。他是控分在90，而不是只能考90分，这两者之间相差何止万里。我上午考试考砸了，待会怎么面对数学老师啊？切，又来了，还想玩这种凡尔赛，想吹嘘自己数学厉害，我们才不会上当了。我上午考试也没考好，别说及格了，估计连30分都得不到。我去，30分，真的假的？有这么低吗？李仙仙，你可是学习委员，数学成绩虽然比不上苏雨，但平时考个120、3不成问题，怎么可能只有30分？今天是怎么呢？一个个都要表演学霸戏码吗？对于班里的学渣来说，一个学霸表演凡尔赛已经很讨厌了，而2个学霸联合同时表演凡尔赛，就真让人感到丝丝惊恐。我也一样，这次的卷子实在太难了，我估计最多能拿50分，甚至更低。我去，不是吧？连班长都这样说，那岂不是我控分的事情要暴露？上午的突击考试，相信大家心里都清楚，考得不理想，大家也不要太灰心。何况这次考试，我给你们出的卷子都是去年全国奥数赛的模拟题。曹老师，那我们这次最高分是多少啊？最高分是90，刚好及格。我只能考30-50分的情况下，居然还有人能考出90分，这实在太不可思议。老师，那这个考第1的人是谁啊？哎呀，这还用说，
考第一的绝对是咱们的班长大人秦雨墨啊。那也不一定，或许是苏雨呢。比数学，苏雨一点都不弱秦雨墨，好吧？刚才秦雨墨和苏雨不是都说自己没考好吗？依我看，这90分也许是白英英的成绩，毕竟校花一直没说话。不可能，白英英综合成绩还行，但论数学比秦雨墨和苏雨差了不少。那或者是学习委员李倩倩，学霸张浩也有可能。好了，大家都不要猜了。这次考试的第一，并不是你们说的几位同学，而是一位异军突起的黑马。啥？异军突起的黑马？那怎么可能？班里还有谁这么厉害，居然能力压秦雨墨、苏雨、白英英、李倩倩和张浩等学霸夺得第一？这次考试的第一名是天天上课睡大觉的江南，90分。什么？一个虽不是学渣，但与学霸完全搭不上边的人，居然能击败他们5个？这比起射雕中的5位绝世高手，东邪西毒、南帝北丐中神通，最终却被傻小子郭靖给盖过了风头，还要不可思议。老师，你是不是搞错了？错不了，这次考第一的人就是江南同学。天啊，真的是江南？这什么鬼？江南居然能力压秦雨墨、苏雨等5大学霸考的第一，怎么会这样？江南的数学成绩不一直跟我差不多，非常普通的吗？实在太不可思议，我是不是听错了？好了，这节课就上到这里，明天咱们讲这套试卷，你们自己也可以课后先互相探讨一下。我来个逗，江南真是牛波。说实话，这次考试的题目真不是常人能做，我就算看了答案也不懂。难怪连班长都只得了50分，校花30分，课代表和学习委员更低。真不知道江南是怎么一枝独秀，考到90这种逆天分数的，简直变态！而且他考试还睡觉了。好家伙，男神，老实交代，你是不是隐藏的学霸？真没想到啊，你之前说这次考试能及格，居然是真的。我才考了30分，你却考了90，相较而言，你才是真的学霸啊。运气都是运气，我可不是学霸，只是恰好之前做过这些题而已。原来如此，我就说一个平日考试只能及格的人，怎么会突然考全班第一？原来是之前做过，这等于提前知道了答案，跟作弊又有何区别？苏雨，你在说谁呢？男神考第一凭的是自己本事，怎么能是作弊呢？哟呵，怎么？难道我说的不对吗？江南事先知道答案，不就是作弊吗？要我说，你既然早就做过，还知道答案，就应该拿满分才对。可结果却只是堪堪及格罢了。所以不行的人永远都不行。说的没错，江南的确是作弊了，这场考试并不公平，而且他作弊都只考了90分。看来学渣就是学渣，永远成不了学霸。心胸狭窄的人见不得他人优秀。我说我之前做过这些题，那是我低调，但我低调并不代表我好惹。你们能闭上臭嘴最好，若闭不上，我不介意帮你们一把。江南，我相信你。谢谢。江南，这最后一道大题我怎么都算不出来，你能跟我讲解一下吗？班长，你数学那么厉害，应该没必要问我吧？何况别人都以为我作弊来着。你不可能作弊，这次考试的模拟题都很复杂，需要十分缜密的逻辑思维分析能力，尤其是最后一道题，如果你缺乏这种能力，就算给你答案你都记不住，所以作弊是没用的。平时数学成绩总被秦雨墨压一头，而且每次都是第一名，傲慢的不得了。没想到这次江南打压了他的嚣张气焰。江南，难得还有咱们班长不会的题，你就大方给他讲讲吧。好吧，那就讲一下，求所有正整数 x、y 使得 x 的平方加 3y 与 y 的平方加 3x 都是完全平方数。这题目难吗？其实这题很容易。什么意思？无非是分3种情况。首先，若 x 等于 y， 则 x 的平方加 3x 是完全平方数，因 x 的平方小于 x 的平方加 3x 小于 x 的平方。若 x 小于 y， 同 x 大于 y 情形可求得 x 等于11，y 等于16。综上所述括号 x y 括号等于括号1括号括号11 16括号括号16 11括号。你数学的确很厉害，尤其是你的逻辑思维分析能力非常强。这怎么可能？莫非江南真的是学霸？还是比班里所有人，包括秦雨墨在内都强的那种，而过去是在隐藏实力。或许我们真错怪他了。男神不愧是男神。江南，你太棒了，这么难的奥数题你都会，以后我可得经常来向你请教数学了。没想到江南真的是依靠自己的实力考到90分的，确实是一匹黑马。果然本大小姐挑的人不会错。那个江南同学，这道题老师讲了，但我还是不太懂。
你能教教我吗？之前很少有女生会跟江南搭讪，可现在江南成了全班最靓的仔。现在这情况极度危险啊！李倩倩的威胁比秦雨墨更大，毕竟秦雨墨就是个拿学习当饭吃的人，在男女问题上优势不多，可李倩倩却十分甜美，声音嗲嗲的，如小鸟依人一般，男的都会喜欢吧？被这么多女生围着，害怕马幸福了。好家伙，难怪你突然变得这么厉害，原来早有目的啊！先吸引了白大校花的注意，随后又是班长秦雨墨，再到现在的李倩倩，班里几位女神一下子全被你勾搭上了，简直牛逼克拉斯！只是你这样一网打尽，根本不给兄弟我留活路啊！要知我可是暗恋他们几个好久了。苏雨、张浩几人则咬牙切齿，似乎想把江南生吞活剥一样，嫉妒心快要溢出来了。下节物理课就要开始了，之前老师曾布置过作业，大家赶紧交一下。此话一出，江南旁边瞬间空了，全都返回座位找作业。毕竟物理老师可是老顽固，交代下来的作业若不交，麻烦可不小。很快，众人都交了作业。江南，你的作业呢？没写。作业没写，还如此嚣张，这刚出名的江南是已经飘了啊！江南，待会是物理课，你不交作业，物理老师可不会饶你。无所谓，交作业是不可能交作业的，这辈子都不可能交作业的。好你个江南！张浩，你别急，江南可能是没带。不用替我解释，班里不交作业的多了，即便交了，也都是抄袭，大家谁不是心知肚明？某些人就是故意找茬，否搭理他。江南，你好，这可是你自找的，作业没写不交，还如此理直气壮，待会可别怪我告诉老师，你等着吧。呵，等着就等着。老师，其他都交了，只有一人说没写不交。谁没交？江南。江南，你为什么不交作业？没写。为什么没写？因为太简单，都会。真是吹牛皮不打草稿，还太简单，都会。即便是班长秦雨墨和物理课代表张浩，他们也不能做到都会吧？不仅是他们，就算是全校排第一的秦风，也不可能会做所有物理题。真不知江南是哪来的勇气，居然敢说这样的话，简直可笑至极。呵，故意哗众取宠罢了，跳梁小丑一个。哼，你觉得太简单是吧？那我随便出几道题考考你如何？你若都能做出来，那别说作业不交没事，就连你上课睡觉我都不再管你。但如果你做不出来，随你惩罚。好，来，你不是自信什么题都会做吗？那就看看这道题。一只熊不小心掉进洞里，洞深4.916米，耗时1秒，请问熊是什么颜色？这是什么变态题目？根本是牛头不对马嘴好吧？洞深耗时与熊的颜色有关系吗？这肯定是老师在故意刁难人。怎么没思绪吗？这样我给你降低一点难度，你从黑白灰棕4个答案里选吧。以上答案我都不选，熊是无色。哈，这江南怕是猴子请来的逗比吧？老师都说了，让他从黑白灰棕4种颜色里面选，他却说熊无色，真是笑死个人。江南，你就不要在这哗众取宠了，不会做就不会做，还说什么熊无色，根本没有这个答案不说，世上也没有无色的熊，好吧？没错，江南你太搞笑了，以为把大家逗乐了就可以免受惩罚吗？要知谢老师也是有脾气的。你最好赶紧认错，别耽误大家时间，我们可还要上课啦！真是脑残一个。够了，都别说了，江南的答案是正确的。什么？江南答对了？怎么可能？4个选项中不是没有这个答案吗？这也能答对，太不可思议了吧？还是说老师在故意放水？老师，这世上哪有无色的熊？您可万万不能心慈手软饶过江南啊！没错，绝不能饶过。对于江南这种不交作业还理直气壮的害群之马，必须严惩不贷，非将他罚站到哭不可。呵，真是无知啊！江南，你什么意思？你说谁无知呢？我说你们又怎么呢？居然连无色熊都不知道，难道不是无知吗？真是笑话！这世上只有黑白灰棕等颜色的熊，哪来的无色熊？若真有，我直接把这桌子给生吃了。既然你要吃，那我也没办法，毕竟那北极熊不就是无色吗？怎么可能？北极熊明明是白。说你无知，还真是无知。北极熊的白色不过是在阳光折射下造成的一种视觉效果罢了，实际上其毛发空心透明，根本没有颜色。你连这都不知道，还自称学霸？真的，江南说的是真的。签度上说北极熊毛发真是无色。江南，就算北极熊是无色，那又如何证明这就是答案？这还不简单，老师出的这道题其实考的是重力加速度和纬度的关系。根据公式 h 等于1除以2星号 GT2， 其中 h 是4，916 ，g 是1秒，代入进去，很容易算出 g 是9，832。
这是北极或者南极的重力加速度，而南极没有熊，自然是北极熊，所以熊无色就是答案。江南直接避开我的陷阱，干脆利落说出了答案，还给出了解题思路。这学生有点本事啊，貌似我过去看走眼了。好，不错，你的思路很正确，不过这道题确实不难，只要转换一下思维，很容易解出来。你若真有本事，就把这第2道题也解出来看看。选择题：甲乙丙3辆汽车以相同速度经过某路标，之后甲车一直做匀速直线运动，乙车先加速后减速运动，丙车先减速后加速，但他们经过下一路标时速度又相同，则 A 甲车先通过下一个路标， B 乙车先通过下一个路标， C 丙车先通过下一个路标， D 3车同时到达下一个路标。神马，老子直接看晕了，就像地狱里释放出来的恶魔一样，又是加速又是减速的，我最讨厌这些，头疼，没丁点思绪啊！江南不是牛逼吗？赶紧做出来看看，我就不相信这题你也会。答案是 B。这速度也太快了！江南这么快就把答案说出来了，这也太不可思议了吧？真的还是假的？答案是对的。这儿江南又做对了，怎么可能？他怎么那么厉害？记得以前他物理成绩很一般啊，在班里根本排不上名，可现在却……秦雨墨这些学霸都没来得及动笔，江南就给出了答案。这速度，要么江南是蒙的，要么江南曾做过这题。若这2种都不是，那代表江南的物理基础深厚非常，远超秦雨墨这些学霸的那种。这可能吗？说说你的解题思路。很简单，3车位移相同，平均速度以最快，自然乙车耗时最少。继续啊。说完了。哪里？就这么简单，没了。位移相同没错，但怎么就乙车平均速度最快呢？你说清楚啊。就这么简单，真没了。老师，江南的思路对吗？对，来继续看下一题。一杯浓橘子汁加入冰块后刚好不会溢出，如果冰块完全溶解，杯中橘子汁 A 将会溢出， B 液面下降， C 仍然刚好不会溢出。 A 将会溢出。好强！江南完完全全是秒答，根本没多加思考的那种。即便是秦雨墨这种1等1的学霸，都还没把题看懂，更别说解题了。在场所有人都惊呆了，安静，死一般的安静。这怎么可能？这可是某场物理竞赛的预赛试题啊，比高考压轴题还要难的那种。江南，真没想到，我教了30年的书，居然也有看走眼的时候。你物理基础非常不错。老师，这些题也太简单了，根本没难度啊！要不你再出个难点的试试？题太简单，根本没难度，这是说的人话吗？一个质量为 m 的人造卫星，在离地800千米高空做圆周运动，在某处和一个质量为米等于 m9 的太空碎片发生迎头正碰，碰撞时间极短，随后二者结合成一个物体并做椭圆运动，椭圆轨道半长轴为7500千米，其轨道和卫星轨道在同一平面内，以致 m 物体绕蓝星做椭圆运动时，其总能量极动能与引力势能之和，即是引力常量 m 是蓝星质量，黑为椭圆轨道的半长轴，一是定量论证，碰撞后二者结合成的物体会不会落到蓝星上？二，如果此事件是发生在北极上空，地心和北极的连线方向上，碰后二者结合成的物体与蓝星相碰处的纬度是多少？卫星、太空碎片，这也能弄到一块？老师这是怎么想出来的啊？老子看到动能势能就头晕，我不认识他们，他们估计也不认识我。我敢打赌，全班没人会做，就算是常年位列学校第1的超级学霸秦风，在面对此题时也要折戟沉沙。难，怎一个难字了的？某些人居然嫌我出题没难度，是你太飘了，还是我握不住刀了？真是笑话！今天若不露一手，让某些人乖乖求饶，别人还真以为我没得3只眼。只要你下课前能解出来，就算你真的厉害。这么简单的题，无需解到下课，有半分钟足矣。解法1：第一问，根据万有引力和牛顿定律有总能量 V 为 mw2 等于米加 nmv， 因为min等于3347 kmv20， 所以结合物最后要撞上蓝星。第二问 cos 等于负 0.78078， 0等于 141.32 度19，这是在北纬 51.32 度。我操，牛逼！仅20秒左右，江南便解出了答案，甚至不是用1种解法，而是2种解法。老师，题我做完了，你看看过程和答案对不对？好，我看看。没想到我出了4、5道我认为超级有难度的题，江南都是秒答，不仅答案正确，解题思路还要比教案书中的更加简洁。老师，你还要出题吗？出哦，不出了。那我作业不交没事吧？没事，以后都不用交了。那我上课睡觉呢？你尽管睡，其他学生也向人家江南好好学学。学神，绝对的学神啊！不鸣则已，一鸣便是惊天动地。不愧男神之名，实乃我辈楷模典范。江南，你很厉害，但我也不会差，要不了多久，我就会追上你的。好了，继续上课吧，江南可以自由休息，其余同学都给我认真点，要多跟江南学习。随着物理老师谢宏伟一声轻喝，
课堂终于又恢复了正轨，这堂课注定是索然无味了，众人的心情实在难以平复下来。好了，今天课就上到这里。终于下课了，太压抑了，物理实在太难了，特别烧脑子不说，好多都听不懂，也不知道高考该怎么办。唉，凉凉啊，真不知道江南是怎么学的。算了，不想这么多，先放水去吧。那个江南同学，你醒了吗？张浩，怎么你又想找男神的茬？不是什么？我早就看你不是好东西，之前拿作业刁难男神失败，现在又想找啥理由？你记得上课的时候，你说只要世上真有无色熊，就把桌子升职来着，现在来的正好，赶紧兑现吧。话说，王胖子，你这就不对了。张浩什么时候说要申斥桌子了？就是，他根本没说过这话。何况张浩找的是江南，不关你的事，你在这指手画脚的做什么？真是咸吃萝卜淡操心。黄四海、胡大军，你们又想欺负人？身为男人，让自己兄弟出头也就算了，江南岂能让一个女人也替自己出头？张浩、黄四海、胡大军还有苏雨，你们难道真要跟我杠上不成？之前张浩说生吃桌子的事，应该全班人都听到了，你们想赖也赖不掉吧？我本想着算了，毕竟都是同学，结果你们还要惹我，莫非真以为我没脾气？要么赶紧走开，不然我不介意跟你们好好玩玩。那个江南同学，你误会了，大家都误会了。我不是来找麻烦的，而是告诉你，物理老师让你放学后去他办公室一趟。还有，之前是我不对，在这里我跟你道歉。张浩之前不是很嫉妒仇视江南，还拿作业知识刁难江南的吗？怎么突然就给江南道歉了？刚准备发飙，结果却好像一拳打在了空气上。江南，我承认你物理很厉害，但我也不会差，我肯定会追上你的。小子，你等着，这事儿没完，我们绝不会善罢甘休，迟早弄你。胡老师，跟你说个事，你可不要太激动。话说，你们班的江南可是了不得啊！我教了这么多年物理，还从未遇到过具有如此天赋和实力的学生。他绝对能称得上是传说中的物理天才，超级学霸。以后这个学生就交给我了，就算他其他科目成绩不行也没关系，凭借他现在的物理水平，完全可以代表学校去参加中学生物理竞赛，其中初赛、复赛对他没半点压力。在决赛中如果表现好的话，甚至拿个国一都没问题，到时候完全可以加分保送，就算是清北那样的顶尖名校也不是不可能。怎么，胡老师，你莫非不相信我的话？不信江南真有那么厉害？以为我这是在瞎掰？不，谢老师，你误会了。对于你的话，我肯定是相信的，只是你建议江南放弃其他科目，专攻物理竞赛，这不太可取。我认为物理竞赛江南可以参加，但其他科目也不能放弃，毕竟……胡老师，你是疯了吗？江南是物理天才，而且是百年难得一见的那种，但在其他科目上他水平一般，所以他必须把所有精力都放到物理上来，专攻物理，不然就是浪费天赋。我都把话说到这份上了，可你却还要让他分散精力上其他的课，你就是这样教学的？你就是这样当人班主任的？难怪近些年学校名声越来越差，优秀拔尖的学生越来越少。现在看来，不是优秀的学生越来越少，而是我们发现不出来，即便发现了，也被你这种教学思维给耽误了。如果不让江南专攻物理，你我都将是学校的罪人，是毁灭一位物理天才的罪人，该被钉在耻辱柱上，不可饶恕。老谢，人家胡老师都没把话说完，你那么生气干嘛？何况你要生气也不该找他，该找我才对。因为早在你到来之前，我就跟胡老师说好了，江南将代表学校去参加下个月的奥数竞赛，所以你让江南放弃其他科目，而专攻物理，我曹天元是第一个不答应。老曹，怎么连你也老糊涂了？江南是物理天才，必须专攻物。老曹，你刚说什么？你要让江南去参加奥数竞赛？每次考试我都精准将分数控制在90分，本想低调做个控分狂魔，不料被物理老师和数学老师发现我控分的事实，从此两个老师抢人大战一触爆发。老曹，江南是物理天才，又不是数学天才，你居然让他去参加奥数，你疯了吧？你才疯了呢！谁告诉你江南只是物理厉害呢？实话告诉你，他不仅是物理天才，更是数学天才，甚至在其他科目上实力都不差。而且我还是第一个发现他有这实力的，吴老师是第二个，你只能排老三。这怎么可能？虽然我不是江南的班主任，对他了解不算太多，但也知道他其他学科成绩向来一般啊，撑死也就是中等水平。他怎么可能既是物理天才，又是数学天才，且其他科目也……等等，他不会是……过去江南的物理成绩也一般，只是今天在物理课上突然表现出逆天实力，才一鸣惊人的。物理这东西可是要循序渐进的，
不可能一蹴而就，一下子成为全知全能。所以唯一的解释就是江南过去一直在扮猪吃虎。你猜的没错，江南过去是故意在隐藏实力，每一科的每次考试都表现平常，成绩都在及格线，其实他是在控分，但实际上他就是超级学霸。且不仅是数学、物理，而是全能型的那种。当然，数学天赋排在第一。卧槽，果然如此啊！原来是故意隐藏实力，甚至考试时还控分，这脑回路太踏马惊人啊！控分啊，这可是传说中的控分啊，绝对都是清北的好料子，真不知道是该哭还是该笑。这3年被江南的小子骗得好惨啊！谢老师啊，谢老师，你居然也有目瞪口呆的时候。刚才你批老娘可是批得狠了，现在却跟个二傻子一样，青筋直冒。老曹，你刚说什么？你说江南数学天赋排第一？没错，上午的考试成绩也是证明。奥数模拟题，江南控分都能拿90，那全力以赴的话，那还得了？你胡说，江南明明物理天赋才是第一，且我已经在课上验证过，这点4班同学都看到了。你才胡说，江南数学最厉害，物理最厉害，数学、物理。至于吗？作为江南的班主任兼语文老师，老娘岂能不知江南语文天赋最强？老娘都没开口，你们2个任课教师争个屁！江南同学，跟老师说实话，这到底怎么回事？你数学行，物理行，听说就连体育也行，你到底还有什么是不行的？身为男人，怎能说自己不行？不仅要行，还要都行。老师，你在说什么啊？什么行不行的？我怎么就听不懂呢？怎么，你还不摊牌吗？现在曹老师和谢老师都在这，你就直接说吧。明明各科成绩都很好，可谓全能型的学霸，却为什么每次考试都要控分？果然，自己控分的事被发现了。老师，你在说什么啊？我真听不懂啊！控分是什么意思？这词有点奇怪。装？你还装？江南，你真是不见棺材不落泪，不到黄河心不死，不撞南墙不回头。我已经将你这1年来每科每次考试的成绩都对比过了，基本上大同小异，都是及格分数。你可别告诉我这是巧合，1、2次可以是巧合，但哪有10几次都是巧合的？且不是1科，而是全科。我去，麻蛋，母老虎生气了，这事儿真不好忽悠啊！这个，哎呀，好了，胡老师别生气嘛。江南不承认，肯定是有他的苦衷在内，你就不要跟他一般计较了。江南，你也是的，现在这里也没有外人，你控分的事大家都心知肚明，何必藏着掖着？保持沉默，在没想到好的应对办法之前，才不搭这个话。真当我是傻子吗？一个唱黑脸，一个唱白脸。若说你们之前没商量过，鬼都不信。尤其是曹天元，乍一看严肃刻板，但其肚里的花花肠子可是不少。好了，你们都在干嘛呢？可别吓到江南了。江南，你是天才，这点毋庸置疑。当然，天才都有着异于常人的脾气，你不愿被人关注，所以做出考试控分的事，这也是能理解的。但我更希望你应该多表现一点，骄傲一点，甚至狂妄一点。毕竟你还年轻，所谓人不轻狂枉少年，不是吗？比如今天你在我物理课上可谓一顿操作猛如虎，那就很好嘛，真让人热血沸腾。这事儿以后可以多干干。话里有话，这老头也是个不按常理出牌的主。想3英战卢布，小爷就是不搭话，任凭风浪起，以不变应万变，你们又能奈我何？这江南还真是油盐不进，柴米不吃，看来只能图穷匕现，出杀手锏了。江南同学，别的我就不跟你说的，这控分的事，你承认也好，不承认也罢，都没关系，反正我知道你数学很厉害，相信下个月的奥数竞赛，你给我随便拿个国一回来，应该没问题吧？每次考试我都精准将分数控制在90分，本想低调做个控分狂魔，不料被一份奥数试卷暴露了我的实力。下个月的奥数竞赛，你给我随便拿个国一回来，应该没问题吧？这口气不可谓不小，让江南随便拿个国一回来，这国一有那么容易吗？比起关云长过5关斩6将，还得难上千百倍好吧？除非懂得闪电5连鞭。还有物理竞赛，到时候你也得参加，以你今天在课上表现，拿个国一问题不大。我要求不高，毕竟语文没竞赛，但身为你班主任，下周学校会进行高3第1次月考，你给我拿个全校第1，为班级争点光，这应该不过分吧？让我拿奥数国一，拿物竞国一，还有全校第1，这是要逼我死吗？还要不低调过日子了？老师，这不太好吧？万一我考差了怎么办？你们可不要对我抱太大希望。万一？不，这事儿没有万一。以你的水平，考个全校第1是绝对没问题，除非你还想控分，想故意放水。若真有万一，事后可别怪我让你好看，你拿老娘当猴耍，老娘也不会让你好过。
你不是喜欢上课睡觉吗？信不信以后所有语文课我都专点你的名，让你睡不安宁？老师，你用睡觉来要挟我不好吧？毕竟你上午跟我打了赌，只要我数学考试及格，就再也不管我睡觉来着。君子一言，驷马难追。身为伟大优秀的人民教师，你可不能出尔反尔。哼，我是伟大优秀的人民教师不假，但你也说了是君子一言，驷马难追，可老娘是特么的君子吗？总之，我就看你下周考试的表现。你若不能让我满意，我自有办法对付你。我上课点名只是其一，我还会让曹老师、谢老师在数学和物理课点你名，甚至其他科目我也会不定时去查看，让你绝对没法睡觉。若这还治不了你，那我就只能走最后一步，家访了。这杀手锏我是不想用的，毕竟打扰你父母也不好。可你不要逼我。无语啊，彻彻底底的无语。世间唯女子与小人难养也，此话一点不假。身为班主任，胡一菲不仅愿赌却不服输，出尔反尔，甚至还要偷家。若说不能睡觉是我的软肋，那偷家就是我的逆鳞了，一碰就炸的那种，真是不讲武德啊！小子，跟老娘斗，你还嫩了一点。江南，江南，快一点，车要来啦！怎么，你还没回家？这不是等你吗？都过去好几辆车了，你再不来，我可就坐这趟走了。下次你先走，不要等我了。也不仅仅只是为了等你，而是好奇王好人帮你转提升成功了没有？毕竟我是女生，也有一颗八卦的心。嘻嘻，你也爱八卦吗？这倒是没看出来，我还以为你只爱学习来着。爱学习是我不想被人说只是长得好看，比不上秦雨墨那种学霸。只可惜我都这么努力了，还是被秦雨墨死死压着。补考做好，请问需要帮助的乘客让座。哦，妈呀！江南，明早上我去找你哈。明天周末你找我干嘛？找你给我辅导。辅导？没错。你可是学霸，还要我辅导吗？学霸又怎么呢？现在你不只是学霸，更是学神。我要向你学习。可是我想睡觉啊。那我不管，你是我死党。我被秦雨墨压了3年，都要绝望了。现在你数学和物理那么厉害，必须帮助我，让我超越他。我能拒绝吗？不能。哎，在学校被老师逼迫，好不容易放学回家，想周末睡个懒觉，还要被白英英那妞儿压榨，这日子真是没法过了啊！我每次考试都精准地将成绩控制在90分，不料一次奥数考试暴露了我控分的事实，就连校花都求着我给她补课。周末还没等我起床，校花就水灵灵地闯进我的卧室。江南，明天我周末我去找你哈，帮我补课。我能拒绝吗？不能，绝对不能。明天我去你家找你。爸妈，我回来了。哎呦，儿子，你回来啦！正好我做了你最爱吃的红烧肉，还有糖醋排骨，就等你开饭来着。难得你高3了，还有假期回家，来，赶紧陪老爸喝一盅。喝，就知道喝。楠楠还在上学，你敢带他喝酒，我打断你的狗腿。这不是楠楠回来高兴吗？高兴个屁！你就是想找个理由。我可警告你，你敢在楠楠面前喝，我就把你的酒全收了，让你以后喝西北风去。听见这话，江高远一脸悻悻然，连忙把酒收了起来。在江家，大事江父说了算，小事江母说了算，而事之大小也由江母说了算。江南大懒虫，快起床啦！白英英，你个女流氓！江南，你睡觉不穿衣服？我睡觉穿什么衣服？白英英，你还愣在这里干嘛？捂着眼睛却开条缝隙是什么意思？还看出去，我要穿衣服。哇哦，不错呀！没一会，江南穿好衣服来到客厅。话说你大早上的来找我干嘛？怎么，你忘啦？
昨天我说过让你辅导我数学和物理啊。好吧，看来是躲不过了。这还是我们家的傻狍子吗？他怎么还给英英辅导起来了？难道咱孩子突然开窍了？谁说不是呢？人家小姑娘好像是学霸来着。同学们，明天我们将进行本学期第1次月考，虽然只是月考，却十分重要，因为这次考试将按照高考的标准，希望大家努力复习，考出好的成绩，不仅是证明自己，也是为班级争光。小子，你就睡吧，尽管睡，只要你明天能给我拿个全校第1，就算你睡破天，老娘都不管你。若是你没拿到第1，我自会让你知道老娘的厉害。江南，我承认，在物理方面我没你有天赋，你即便睡觉都那么厉害，但我这2天一刻都没放松，相信明天的考试我肯定会超过你的，至少在物理这科我会超过你，我会让全班人都知道，我才是物理课代表，我才是在物理上最强的。你是物理课代表没错啊，我又没想要抢走你的职位，你用得着对我如此敌忾吗？貌似每次物理考试你都比我厉害吧？真是有病，莫名其妙。江南，我也承认，在数学上我没你有天赋，毕竟我从未见你看书，你却考了第1。但我跟张浩一样，这2天没浪费丝毫时间，明天考试我肯定会超过你，我会向众人证明我才是数学课代表，我才是在数学上最厉害的。什么？真这么无语？班长，莫非你也？江南，我希望你明天考试不要藏拙，而是全力以赴，考出你的真实水平。我没藏拙啊。不，你肯定藏拙了。一个数学物理那么厉害的人，其他科目绝不会差。你一定要答应我，因为我想光明正大的战胜你，而不需要你让我。